月圆之月，紫禁之巅，陆小凤和花满楼正在观看两大剑客叶孤城和西门吹雪的对决。这时，一个黑衣人打着手电筒从天而降，他就是皇家保安队的队员凌凌发，负责秘密保护皇上的安全以及皇宫内外的一切产业。看着眼前不修边幅还以知名侠客自居的四人，凌凌发哈哈大笑。传说中的侠客豪杰，就算不英俊倜傥，起码也要五官端正。可眼前这四人却和哪个词都不沾边。凌凌发准备以在皇家屋顶非法集聚的罪名带走四人。叶孤城拿出一本叫《天外飞仙》的武功秘籍，想要贿赂凌凌发，却被狠狠打脸。没错，就是字面意思的打脸。看凌凌保安队的成员共有4人，他们的名字各取恭喜发财4个字，其中3个身怀绝技，身手了得。只有凌凌发不务正业，喜欢搞科研。他整日和自己的朋友兼助手佛印东搞一下西搞一下，最后却总是搞出些没什么用的东西。皇上勃然大怒，将凌凌发叫到跟前，给了他一个大耳刮子后，把他赶下了御台，表示要不是保安一族是代代相传的职位，他现在已经被赶出了皇宫。皇上接着问凌凌发昨晚为什么没有来开会。凌凌发将那晚的事情讲给皇上听，还拿出了叶孤城留下的武功秘籍，并给皇上生动地演示了自己的所学。皇上看完觉得这小子好像在耍自己，于是又将他叫到跟前，狠狠抽了2个嘴巴子，最后一脚踹出了皇宫。保安队没有任务的时候，就各自换了身份，隐匿在民间。凌凌发选择了当妇科医生，但他这医生当的实在不称职。开心的时候问问症状，不开心就直接随便拿包药将人打发走，有时候还会搞乱医换身份。凌凌发虽然事业上不成功，感情上却很美满。他有一个漂亮贤惠的老婆，两人打打闹闹，相亲相爱。这天，保安队的情报人员传来消息，让凌凌发尽快赶到秘密基地，有重要任务。等凌凌发赶到的时候，发现重要任务就是洗碗。两人正洗着碗，皇上带着一群臣子进入殿内。大臣告诉皇上，最近在金国境内发现了从他点了恭喜才3人护驾，明日启程上路。凌凌发说的没错，金人果然没安好心。此时他们几个正坐在一起密谋他的儿子变脸怪，最后就是他的老婆干巴老太太。他们想借此直取中原，犹如探囊取物。这算盘打的外太空都听见了。没有资格参加解剖大会，事业上的不得志让凌凌发十分郁闷，他将怨气撒在了老婆身上。两人毫无缘由地拌起了嘴，但相爱的人总有一个要先服软。老婆岔开，抱着老婆和他道歉，又讲起了自己工作上的问题。金国有个很重要的医学会议，自己却没资格参加。老婆闻言力挺凌发，两人一拍即合，收拾行囊踏上了前往金国的路。微服出行的皇上被变脸怪和干巴老太太识破，两人的功夫十分邪门。保安队的3大高手恭喜才很快便饮恨西北，手无缚鸡之力的皇上也被他们带走。凌凌发和老婆一路游山玩水的来到金国会场，四周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。凌凌发不想让老婆看到解剖的场面，便将她支走到旁边买衣服。到了会场，凌凌发戴着自己特制的扇叶帽子进到了会场，他四处寻找却没看到皇上。台上的解剖主持人还在喋喋不休，被确定了天外飞仙是女性后，派出了妇科医生凌凌发下手解剖。此时一群杀手悄无声息地潜入会场，将外围的医生全都抹了脖子。声音觉得很耳熟，摘下头套发现里面果然是皇上。这时众人也看到了站在旁边的杀手。凌凌发拿出自己的超大吸铁石，将杀手们的武器吸过来分给了大家。医生中也是能人辈出，随着一阵兵器碰撞击声响起，杀手被悉数解决。这时候变脸怪加入了战场，手段极其残忍地杀害了几个医生。凌凌发拿出自己的大吸铁石，一块扔到了变脸怪身上，最后将他吸到了燃着熊熊大火烧得滚烫的铁盆上，解决掉一个 boss。 众人欢欣鼓舞，准备离开。打开门却发现外面已经不复之前的热闹，地上到处都是尸体。凌凌发让众人躲回去，干巴老太太和无脸怪来验收成果，却发现居然还有活口。螺旋升天用超越时空的小发明将干巴老太太炸成了碎片，无脸男却不见了踪影。结束战斗的凌凌发第一时间想要找到自己的老婆，他看到一个和老婆身形很像的女人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，还没来得及伤心就听到了老婆的声音。原来听说隔壁村服装大减价，老婆就跟着几个姐姐去采购了一番。他有些疑惑地问凌凌发这里为什么变成这样。凌凌发骗他，因为刚才全村人抢一个烤鸡翅打了起来，人事一跃成了炙手可热的大功臣。他向皇上索要的奖励是他头冠上那颗大珍珠，然后将珍珠作为礼物送给了自己老婆。劫后余生的皇上听说会贤雅婿来了一个头牌叫秦操，便又按耐不住躁动的心。他的后宫虽然人满为患，但却不是佳丽3000，而是要你命3000。皇上派凌凌发调查清楚秦操的底细。凌凌发从佛印身上找到灵感，乔装一番后混了进去。他见到了传说中的秦操，秦操也注意到了凌凌发，他的每个眼神每个动作都极具挑逗意味。凌凌发觉得有些窒息，他慌不择路地逃回了家。老婆闻到凌凌发身上的胭脂味，他赶忙拿出一包胭脂送给老婆。
零零发看着怀里的老婆，脑子里却都是秦操的身影。他鬼迷心窍的再次来到会贤雅叙，并交钱成为了会员。进入大堂，花厅一叙，零零发感觉秦操好像胖了又瘦了。秦操想要和零零发深入交流，但零零发想着家里的老婆下不了决心，犹豫就会败北。等他想通了，秦操却下了逐客令。零零发胡编了个借口，岳父直言看到零零发去青楼，话一出口，零零发就迎来了大家的注目礼。他连忙解释自己到青楼是去看病的。老婆将耳朵贴在零零发胸口，想听他的心跳，确保他没有说谎。零零发再次蒙混过关，院子里又恢复了一片喜气洋洋。突然一阵香风袭来，院门打开，秦操款款而来。他直截了当表明来意，末了还拿出那颗大珍珠来了个暴击。零零发见事情败露，一不做二不休，表明了两人就是那种关系。他的是一颗砸在头上的珍珠。两人回到会贤雅叙，零零发对着秦操深情告白，表明了自己密探的身份，并说愿意为了他违抗皇命。皇上当即下令抓人，却没想到被锁上的人变成了秦操。原来零零发早就识破了他无脸男的身份，之前上演的那出渣男戏份也是早早和老婆排练好的。这出戏实在精湛。颁奖典礼上，零零发老婆荣获最佳女主角，最佳男主角却花落岳父。颁奖结束，话题回到了秦操身上，他让佛印将百宝匣扔给自己，佛印老老实实扔了出去，然后被无脸男打了个稀碎。接着无脸男使出无相神功，将官兵们轻松解决。阴森森的保安队情报员及时出现，用一招移魂大法给无脸男绕上了铁链，也成功赚土了自己。不过这一电却激发了他的潜能，瞬间参透秘籍，使出天外飞仙，将无脸男砍了个七零八落。逆贼被除，皇上的后宫添了新人，零零发也和老婆恩爱如初，一切完美落幕。